欢迎回来，这里是数字美食频道，我是老高。我们每天定时更新各类完整电影解说视频，摸鱼那段时间都可更好的知道电影讲了什么。话不多说，马上开始。老高在这里提示一下各位观众，这是恐怖片，请您做好观看准备。幽深洞穴里，两只口渴的小狗找了处水潭畅饮，完事之后竟陷入呆滞，不管主人怎么招呼，它们始终没有半点反应。主人打算明天带它们去检查一下，谁料深夜时分，狗舍传来阵阵异响，主人立马跑去查看，却差点命丧当场，因为那两只小狗竟然发生异变，合二为一了。画面一转，来到蒂姆和米莉这对小情侣这里，他们在一起很久了，现在正准备搬去一个乡村小镇，开启崭新生活。为此，米莉直接在告别派对上单膝跪地，向蒂姆求婚。可谁曾想，蒂姆当场宕机，现场气氛瞬间变得尴尬起来。所以，虽然后面蒂姆还是点头答应了，大伙儿却并不开心，米莉更是深受伤害。蒂姆疯狂给米莉道歉，米莉却直接提出了分手，觉得蒂姆是不是已经不爱自己了？蒂姆赶紧倾诉爱意，想要挽回米莉，可米莉的态度却并不明朗，以至于蒂姆忧思重重，当天晚上甚至噩梦缠身。好在最后米莉还是没有跟他分开。不过他俩刚搬进新家没多久，蒂姆就闻到一股腐臭味。蒂姆循着味道上了楼，最终发现那股味道竟然是从天花板那儿传来的。他赶忙爬了上去，从吊灯处掏出一连串死老鼠，这让他倍感恶心。蒂姆赶紧把那些老鼠丢了出去，然后就把这事抛诸脑后了。毕竟刚搬到一个新地方，他们有太多事情需要处理。回到正题，米莉履历光鲜，老早就在当地学校找了份新工作。蒂姆则是一个音乐人，工作相当灵活。不过星期四的时候，他必须回市区参加一场音乐会，因为他不会开车，还需要米莉把他送去车站。米莉一口应下，两人还约了在离开前一起去徒步旅行一趟，这让两人非常开心。但走着走着，他们竟然迷路了。关键时刻，蒂姆发现了一条小径，途中有很多悬铃标记，给足了他们指引。然而没走多久，天空就下起了大雨，他俩的手机失去了信号，而且米莉被吓得不轻，立马冲过去想要拉住蒂姆，谁料最后却双双坠入了深坑。这一摔，蒂姆的手机不见了，而一想到他的歌曲小样还存在里面，他就止不住的懊悔。此刻米莉的无语可想而知，但这还不是重点。第六感告诉他，这个大坑绝对有问题。可问题是，一时半会儿他们实在是没法逃出这里，两人干脆走到洞穴深处避雨。而这个大坑竟然通往当初那两只小狗喝水的地方。米莉看着远处的水潭有些口渴，蒂姆赶紧把包里的水瓶递给了他。这时水瓶里的水已经只够一个人喝了，蒂姆便干脆跑去水潭边解起了渴。这下事情完大发了，可这对小情侣却对此一无所知。两人点燃篝火，坐在旁边聊天取暖。期间，米莉忍不住问蒂姆：“你是怎么发现那些死老鼠的？”蒂姆表示，小时候他爸在他房间闻到一股非常难闻的味道，让他赶紧把房间打扫干净。蒂姆乖乖照做，可他爸却始终不满意，还把他的房间翻得乱七八糟，只求能找到味道的来源。这让蒂姆非常害怕，因为他根本没闻到任何味道。事实也证明，他房间里头什么都没有。然而第二天他放学回到家里，竟看见他爸站在他的卧室里，还笑得特别狡猾。原来他爸找到了那只死老鼠，他一直窝在温暖的灯上面。蒂姆一下就崩溃了，因为他满脑子都是自己一开灯就是在烹饪那只死老鼠，而且每天他都在吸入那股尸体腐烂的味道，却一点都没有察觉。蒂姆想尽了办法，却无法忘记这件事。但长大后，那股味道再次袭来，他在爸妈卧室发现了他爸的尸体，而同一时刻，他妈竟然精神失常了，正坐在他爸尸体旁边，扯着诡异的笑脸跟他对视。没错，就像蒂姆没有闻到死去老鼠的味道一样，母亲因为备受冲击，所以没察觉到丈夫的去世，仍然每晚睡在一具尸体旁。说到这儿，蒂姆的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掉，米莉心里也越发心疼这个自己心爱的男人。不过事情到这儿并没有结束，深夜这个洞穴就像活过来了一样。蒂姆听到一股奇特的喘息声，身旁的米莉也不停地啜泣着。此时已经是第二天了，潮湿的环境让人浑身不适，而且他俩的小腿居然粘在了一起。蒂姆猜测这可能是某种霉菌，他俩现在只能强忍疼痛，将他俩的小腿分开，逃出这个大坑，再对其进行处理。米莉也是同样意见，他们赶紧齐心协力逃出了升天。然而回家后，蒂姆的状态明显不太对劲。米莉洗完澡让他帮自己按摩一下，可看着女友裸露的后背，
蒂姆竟然头昏脑胀起来，他强忍着继续给米莉按摩，可谁曾想，蒂姆突然不受控制，狠狠掐住了米莉的肩膀。蒂姆如梦初醒，米莉看他脸色那么难看，便让他洗个澡休息一下，自己去镇上买点吃的回来。然而米莉刚走没多久，蒂姆的意识就模糊起来了，还像被米莉远程控制了一样，身体会随着他汽车的行进方向东倒西撞。突然米莉踩足了油门，而蒂姆竟然直接把墙上的瓷砖撞烂了。不过这一撞也让蒂姆成功找回了意识，回想着自己刚刚的神奇举动，蒂姆感觉自己该不会是有了什么精神疾病吧。他立马跑去看医生，医生判断他可能是患上了焦虑症，如果不正确引导，很有可能会出现躯体化的症状，便给他开了点肌肉松弛剂，这样能减缓中枢神经系统的活动，哪怕精神非常紧绷，但身体会比较放松，从而切断他们的反馈循环。开药期间，医生还聊到他们小镇最近有一对夫妻离奇失踪了，这就引起了蒂姆的注意。回家以后，他立马检索相关新闻，发现警方虽然进行了大规模搜寻，最后却连那对夫妻的尸体都没有找到。突然门口传来一阵敲门声，米莉赶紧跑去开门，发现竟然是自己的新同事杰米上门拜访了，他就住在附近。蒂姆还把两人昨天误入深坑的事情分享了出来。杰米表示，那儿确实曾存在过一座小教堂，但几年前那座教堂就坍塌了。不过教堂没塌前，有个新世纪嬉皮士风格的团体在那一带非常活跃。杰米开了个小玩笑，说自己其实也不知道那些人去哪了，可能教堂没了后，他们就觉得没必要继续留在这，离开了吧。杰米和米莉相谈甚欢，看得一旁的蒂姆非常吃味，于是杰米一走，他就想跟米莉亲热一下，谁料他俩的嘴唇突然粘在了一起，分开的时候那叫一个痛。蒂姆感觉事情有点不对劲，米莉却直接赌气回房间睡觉。谁料半夜的时候，他突然觉得头皮一紧，起初他还以为是蒂姆不小心压到了他的头发，谁料米莉被吓得不行，立马就想跟蒂姆分开，可最后他头皮都要被扯下了，他俩也迟迟没法分开。好在最终事情并没有闹大，但第二天米莉想为这事跟蒂姆好好聊聊，蒂姆却一脸推脱，他害怕米莉把自己当疯子，想借着音乐会的事情逃离这里。米莉同意了，还建议他和朋友多玩几天，忘掉最近的不愉快。蒂姆笑着接受了，可米莉一离开，他就呼吸困难起来。他赶紧吃起了肌肉松弛剂，却始终没啥效果。很快，米莉结束了第一节课，发现一个叫安娜的女孩迟迟没有离开，正坐在位置上画画，画的内容还非常诡异，是两只脑袋连在一起的小狗。这给米莉带来了很大的冲击，转头就跟好友打起了视频。期间，好友一直劝米莉和蒂姆分手，可没多久，蒂姆竟然跑到了米莉他们学校。米莉赶紧跑了过去，发现蒂姆的脸色非常难看，他火速将蒂姆拉进洗手间，问他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。谁料蒂姆竟一脸渴求，迫不及待就在厕所隔间跟米莉亲热起来，这让米莉既震惊又享受。但嗨皮过后，他俩的私处竟紧紧粘在了一起，两人怎么都没法分开。而更要命的是，此时厕所隔间外头竟然出现了一双鞋，这下完犊子了。米莉只得捂着蒂姆的嘴巴，非常强硬地把他们分开了。蒂姆痛到不行，而就在这时，杰米的声音忽然响起，问他们是否一切安好。米莉努力平复呼吸，佯装自然地走了出去。杰米身边站着个小男孩，明显是他发现厕所隔间有点不对劲，所以立马叫来了老师。米莉倍感尴尬，因为这个时候他才反应过来，自己进的是个男童洗手间。而更尴尬的是，杰米临走前回头望了一眼，发现了蒂姆的踪影，而这也让米莉忍不住来火，觉得要不是蒂姆，自己现在怎么可能这么尴尬，并且这事要是处理不好，他很有可能被学校解雇，甚至被警察逮捕。就这样，两人大吵一架，米莉越想越心糟，最后只得跑去杰米家，希望跟他再道一个歉，别向学校举报自己这件荒唐事。说着说着，米莉忍不住想哭，杰米赶紧请他进屋坐坐，他也终于找到一个倾诉者，能把自己的情绪消解一下。可杰米却只问了他一个问题：你们彼此相爱吗？米莉坚定地回答：是的。听到这，杰米把柏拉图的一段话送给了米莉。古希腊人相信大伙生来就有4只手、4条腿以及一个两面头，但宙斯害怕人类的力量，所以将大伙分成了2半。所以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寻找另一半。原来杰米曾经也有个很相爱的人，只可惜当初的他没有好好珍惜那份感情，总想着自由，直到失去才后悔莫及，甚至开始怀念之前那些争吵的日子。说到这，
杰米突然问米莉要不要看看自己当年的结婚录像带，谁料米莉一眼瞥见蒂姆正在窗外鬼鬼祟祟，他果断找了个借口告辞了。不过他并没朝蒂姆发火，跟杰米交谈过后，他一下就冷静下来了。回家后，蒂姆很晚都没有睡觉，他打开那对失踪夫妻的社交账号，发现他们合影的地方就在之前自己和米莉迷路的森林里。蒂姆赶紧放大照片观察起来，果然在两人身后找到了那些刻着太阳标记的铃铛。然而下一秒，电脑突然断网，蒂姆身后还传来轰的一声巨响，把他吓瘫了。玻璃门后，一张人脸正在那儿上下摩擦。蒂姆颤抖着走了过去，结果门一开，米莉就直接扑倒在了他身上。关键时刻，蒂姆一巴掌给米莉扇醒了，两人决定好好聊聊。蒂姆怀疑所有的怪事都跟那个深坑有关，那对失踪夫妇很有可能也去过那里。米莉觉得这事也太离谱了，当即就想转身离开，可刚走到门口，他就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。尽管如此，米莉还是想要逃避，甚至将蒂姆赶去了客房。然而蒂姆一睡着，身体就不由自主地向主卧滑去。惊醒过来，他赶紧把自己卡在了过道里。可没过多久，米莉竟拧开房门，身体扭曲的不断向他靠近。两人拼命挣扎，身体却还是不受控制的粘在了一起，而且他们的手掌很快就合二为一了。米莉痛到不行，蒂姆则想到抽屉里有医生之前开的肌肉松弛剂，可以暂时麻痹他们的身体，阻止他们的身体融合。两人脚蹬脚，拼命想将他们粘在一起的手臂分开。然而眼看着大功告成了，他们竟然因为药效太足陷入了昏迷。次日，蒂姆从昏睡中清醒过来，发现自己被米莉绑在了椅子上，现在他俩的手臂还有一小部分连在一起。米莉给蒂姆灌了几口威士忌，就想趁着药效还没彻底过去，用电锯将他俩彻底分开。毕竟现在不分开，以后会更难。说干就干，米莉鼓足勇气做起了切割，却疼得他俩不行。而且最后他们虽然成功分开，肌肉松弛剂却已经所剩无几。米莉决定去医院做个检查，顺便再弄点药回来。但他的车钥匙却不小心落在了杰米家，米莉赶紧跑去找钥匙，蒂姆却准备重回深坑寻找事情的真相。迫切的米莉拉了拉门铃就不请自入了，都没发现杰米家的门铃竟然也有一个太阳标记。米莉一边叫着杰米的姓名，一边翻找着自己的车钥匙，结果杰米没出现，电视机里却播放着一则录像带。同一时间，蒂姆已经进入坑底，发现石壁上刻着一幅壁画，里头的人竟然4只手4只脚，有着一颗两面头。米莉也在录像带里看到了这幅画，里面杰米还跟爱人交换戒指，拉开一个地道入口，在一个熟悉的水潭前缔结了婚约。杰米拿着车钥匙突然现身，还恭喜米莉获得了祝福，将和自己的爱人共享恐惧、记忆以及身体，他们会达成一种究极亲密，永不分离。米莉被吓得不行，而与此同时，蒂姆也被人拽倒了，那个人还长得跟壁画上一模一样。看见那头鲜艳的红发，蒂姆一下明白，这应该就是之前失踪的那对夫妻发生了异变。他越想越心慌，好在他和米莉的运气都很好，对手都没想直接弄死他们，二人成功逃出升天，很快在家门口相遇。他们保持着距离，想共享一波信息，但话还没说完，就不受控制地滑向彼此。他们死死抓住身边的障碍物，不肯撒手，但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。蒂姆索性松开手，主动走到了米莉面前。就这样，他单膝跪地向米莉求了婚。他不断诉说着自己的爱意歉意，觉得世上没什么比米莉更可贵，然后便准备自我了断。原来之前在山洞，他就发现只要自己死，就能保住米莉。可谁曾想下一秒，一道血痕爬上了他的身体。原来刚刚杰米狠狠划破了米莉的手臂，米莉失血过多，很快倒在了地上。这可把蒂姆急坏了。米莉却只说了一句话：你得跑，你得自由。但从始至终，蒂姆都没想要离开米莉，那道血痕也直接爬上了他的脸颊。蒂姆疯狂恳求米莉不要离开自己，最后竟任由他们的手臂连在一起，好帮米莉迅速止血。这确实保住了米莉的性命。蒂姆开心的不行，竟播放起最爱的唱片，跟米莉跳起舞来。这一刻，他们心甘情愿成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，只要能永远在一起。就这样，意外再次发生。等到周日来临，米莉的父母过来探望他们，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人。至此，影片结束。同甘共苦通过夫妻关系恶化与身体融合的双重打击，成功营造出一种身体疼痛的恐怖感。
而且不看到最后，根本想不到这会是个传爱故事。所以总的来说，这部电影还是不错的，算是一部比较别出心裁的恐怖片。影片至此就讲完了。目前数字美食频道正努力为大家挖掘各种冷门刺激的好片，这部同甘共苦只是开胃小菜。下期咱们将带来另一部惊悚佳作，绝对能再次冲击你的感官。赶紧点击屏幕下方的小铃铛关注一下，别错过任何一场精彩的电影探秘。我是老高，咱们下期电影解说见。